大米面粉放久了容易生虫，教你10个终极防虫绝招。第一招能让粮食放5年依然新鲜。无论是顶级大米还是高筋面粉，在农田收割的那一刻起，粮食内部就已经寄生了无数肉眼看不见的休眠虫卵。只要温度、湿度和氧气达到临界点，它们就会在你家的粮仓里破壳而出，疯狂啃食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主食的终极防虫秘籍，来一场厨房里的生态灭杀行动。第10名，冰箱冷冻破卵法。刚买回来的大米和面粉，不要直接进橱柜，立刻把它们连包装扔进冰箱的冷冻室，零下18摄氏度，静置24到48小时。这是极其暴力的物理抹杀。在零下10几度的极端低温下，隐藏在粮食深处的虫卵，其细胞内部的水分会结成锋利的冰晶，直接刺破虫卵的细胞膜。48小时后拿出来，在室温下晾干，表面冷凝水，你得到的就是一袋实现了生物学灭绝的绝对安全粮。第9名，干海带掩埋法。虫卵孵化需要极高的环境湿度，而干海带表面的褐藻胶是自然界最贪婪的天然吸湿海绵。在大米中按100:1的比例埋入干海带，海带不仅能疯狂吸走米缸里的多余水分，将水分活度强行降到虫卵无法孵化的红线以下，它还能释放出微量的碘元素，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。海带变软后拿出来晒干，还能无限次循环使用。第8名，高度白酒挥发法。找一个小杯子，倒满50度以上的纯粮白酒，不要盖盖子，直接浅浅地埋在米缸最中间，然后盖紧米缸盖。白酒在密闭空间内会缓慢挥发，由于乙醇气体的密度比空气大，它会像一层看不见的沉重毒物缓缓下沉，最终死死覆盖在粮食表面。在这个高浓度的乙醇气体室里，虫卵根本无法呼吸，会被彻底熏死在摇篮里。第7名，花椒八角香料包。很多人直接把花椒扔进米袋里，没几天就失效了。花椒防虫靠的是它内部散发的挥发性植物精油，如芳樟醇，这是一种能强烈干扰昆虫嗅觉神经的天然驱避剂，所以绝对不能直接扔，必须用透气的无纺布或纱布将花椒、八角包成小料包，分别埋在米面的上、中、下3个不同深度。当精油挥发殆尽，闻不到香味时，必须立刻更换，它只能作为短期的防御护盾。第6名，大蒜剥皮切片法。整瓣大蒜扔进面粉里没用，大蒜的防虫核心是大蒜素，但大蒜素在完整的蒜瓣里是不存在的。只有当大蒜被切开，破坏细胞结构后，蒜氨酸和蒜酶结合，才会释放出具有强烈杀菌杀虫作用的硫化物气体。将大蒜去皮，切成厚片，用纸巾包好，分散塞进面粉里。大蒜素气体会迅速渗透面粉的缝隙，让所有幼虫闻风丧胆。第5名，生石灰防潮包。南方的梅雨季，空气湿度高达90%，任何土方子都会失效。此时你必须祭出氧化钙生石灰，它不是吸水，它是与水发生化学反应，直接将水分子锁死，变成氢氧化钙熟石灰。将买雪饼或海苔里自带的食品级干燥剂收集起来，或者买1包生石灰包，扔进储粮桶底部。只要隔绝了水汽，面粉结块发霉，长出粉末的概率就无限趋近于0。第4名，废弃 PET 饮料瓶分装。你以为把米面装在原来的塑料编织袋里扎紧口就行了？大错特错！普通的包装袋在微观层面上充满了孔洞，湿气和氧气可以自由穿梭，而用来装可乐、矿泉水的 PET 材质塑料瓶，其分子结构极其致密，是绝佳的阻氧隔湿物理屏障。必须把空瓶彻底洗净并完全晾干，一滴水都不能有。将米面装满至瓶口，拧紧瓶盖。这种绝对的物理隔离，让外面的飞蛾进不来，里面的虫卵因为缺氧也孵化不了。第3名，铁粉脱氧剂。即使你用了真空机，袋子里依然会残留少量的氧气，而食品级脱氧剂的核心成分是高活性铁粉。当它被放入密封的粮罐中，它会以极快的速度疯狂生锈氧化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它会把罐子里哪怕只剩下0.1%的氧气也吞噬得干干净净。脱氧剂比干燥剂更重要，只要往密闭的米桶或面粉桶里扔上2包脱氧剂，里面的虫卵就会在绝对缺氧的环境下彻底窒息，真正做到不开封、不生虫。第2名，家用真空封口机。所有昆虫的孵化都需要大量的氧气，真空机通过强力水泵将包装袋内的空气瞬间抽干，创造了一个负压无氧环境。大米抽真空很容易变成米砖，但面粉因为颗粒极细，还有大量空气，普通真空机很容易把面粉吸进泵里，导致报废。切记，面粉抽真空必须保留原包装纸袋，再套上真空袋抽取，或者使用真空保鲜罐。在无氧环境下，粮食可以安稳沉睡2到3年。第1名，铝箔袋加脱氧剂的无氧休眠舱。普通透明塑料袋，氧气和湿气在微观下依然能缓慢渗透，而且紫外线会让粮食氧化。
而铝箔带是由高强度聚酯薄膜与纯铝层复合而成，它不仅坚不可摧，更是自然界最完美的绝对屏障。它100%隔绝光线，100%隔绝湿气，100%隔绝氧气。当你把粮食装进铝箔袋，投入脱氧剂，并用高温封口后，脱氧剂会在几个小时内吸干里面所有的氧气，袋子会像抽了真空一样瘪下去。在这个无光、无氧、无水汽的三无结界里，任何生命的齿轮都被强行卡死，虫卵被永久封印，脂肪酸停止氧化，面粉在这里面就像进入了冬眠的宇航员。5年后，当你撕开这个银色的休眠舱，里面面粉的色泽和香气就跟你今天刚从磨坊里打出来的一模一样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为你家的粮仓提供了终极的安全感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收藏，并分享给你最爱的家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